金砖国家外长会晤10号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正式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与俄外长举行双边会谈。此次外长会是金砖去年实现历史性扩员后的首次会议，重点将讨论哪些议题？近年来，金砖机制日益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扩员后，还有30个国家准备加入，金砖的吸引力为何越来越强？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抵达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机场，东道主专程安排3位身穿传统服装的俄罗斯姑娘，手捧面包和盐上前欢迎。在斯拉夫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以面包和盐迎客是一种隆重的礼节，用以欢迎重要、尊敬和钦佩的客人。参加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王毅表示，中俄关系的发展不受外部干扰，也不针对第三国。中方愿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致力于与俄罗斯开展多领域可持续合作。王毅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扩大金砖国家框架内的合作。我们认为，金砖扩员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夫罗夫表示，俄中两国将在会上讨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的外交政策协调问题。他还补充称，与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圈子正在不断扩大。此次金砖国家外长会是去年金砖国家由5国扩员为10国后的首次外长会议，也被外界称为大金砖首次外长会。2天的会议分为2场。第一场会议重点讨论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合作，以及如何解决更广泛的国际和地区事务。隔天的第2场会议则将集中探讨与伙伴国家的潜在合作方案，将以扩大会议的形式举行。受邀的非金砖国家的外长均可参加。当地时间10号上午，拉夫罗夫在首场会议上致欢迎词。据俄媒报道，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俄罗斯将重点考虑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道主义关系等主要领域的多方面合作前景。Наглядно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процесс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Происходит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центров принятия глоб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из числа государств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и Востока, 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 мирово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Эти страны выступают за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ый уклад на основе суверенного равен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Переход к новому мироустройству, в этом мы уже... 拉夫罗夫在致辞中强调了金砖国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日益重要的意义。他表示，全球南方和东方国家在全球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拉夫罗夫还批评西方国家使用经济、金融制裁等武器来影响主权国家的选择。他将此与金砖国家合作模式进行了对比，强调金砖合作模式是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开放和共识的原则。拉夫罗夫称，金砖国家正在推动变革之风。外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全球贸易体系依赖美元、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支付系统的大背景下，去美元化成为金砖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家期望通过非美元的结算机制规避经济与政治的风险。我们也知道，普京他一定会推出非美元的支付这个机制他正在让这些金砖的主要国家，他只要有推出支付机制的，他们都要做一个大的整合包括中国的 CIPS 啦，包括巴西的，包括印度的，还有俄罗斯的等等等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认为，非美元的结算机制一经推出，定会对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那你看到很多国家都跳出来对金砖给予好评玻利维亚的总统就说金砖国家在美国跟美元霸权削弱的背景下，分量越来越加重那今年要加大本币结算，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事实上，探索本币结算及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新实践已经在金砖国家内展开。沙特阿拉伯的中央银行5号宣布，将全面参与由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主导的央行数字货币跨境试验项目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作为金砖成员国，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长期以来也是中国的最大原油供应国。中沙石油贸易也一直是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
中沙双边贸易额为1072.3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8595.9万吨，价值约500亿美元。受限于美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中沙石油贸易结算往往需要通过美元进行，这不仅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而且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此次沙特加入货币桥项目意味着，中沙两国的石油贸易将能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直接完成跨境支付，进一步简化交易流程，降本增效。有学者指出，沙特加入货币桥项目不仅是中沙两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更可能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探索新的结算方式，货币桥项目的推出为这一趋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该方案不仅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能更有效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因为我们知道布伦特森林体系结束之后，其实石油美元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最为重要的根基。那沙特毫无疑问是实施石油美元的最为重要的国家。那沙特加入到这个实验的项目，本身就代表着石油美元的弱化，也代表着全球去美元化进程的加速。那此外呢，在全球分化的货币政策下面，其实美联储的陡峭加息已经给他国带来了这种资金的外流、汇率的贬值以及金融市场震荡的问题。其实通过多边央行跨境数字货币桥进行合作呢，对于当下以及未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不仅仅是成为一个共识，而且成为务实的实际行动。埃及《每日新闻》在报道中也提到，埃及十分重视通过金砖加强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埃及寻求使用成员国的本国货币促进贸易，以减轻汇率波动的影响。此外，能源问题也是此次扩员后的金砖外长会的另一焦点。观察指，沙特和阿联酋是全球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加入金砖有助稳定全球能源供应和调节价格，而新旧成员亦可互补。金砖国家中既有能源消费国，也有能源生产国，相互之间可以进行更好的政策协调。此外，埃及作为能源过境国，能够对打通全球能源运输关键节点、破除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贡献重要力量。近年来，金砖合作机制正日渐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去年新入群的5国对首次参会期待满满。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指，伊朗期待会议能够加强该国与金砖国家的关系与合作，并讨论地区及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马布洪哥直言，金砖重视并放大南方国家的声音。We are seeing more countries, indicating that they want to be part of BRICS, and therefore this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grouping as a grouping of the global South to try to create a space and a voice for the countries of the South in the global system of governance.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金砖扩员后，仍有包括泰国、土耳其等30个国家准备加入。5月28号。泰国内阁会议批准了该国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加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书草案，认为此举将提升泰国国际地位，为泰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6月3号，土耳其外长费丹在访华期间表示，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强调这是除了加入欧盟之外的良好替代选择。此次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泰国新外长马里均受邀赴俄参加金砖加会议。6月7日至8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出席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支持以东盟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孙卫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点名批评美国将亚太拉入军备竞赛漩涡，对外释放了何种讯息？6月7号至8号，东盟与中日韩高官会、东亚峰会高官会和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在老挝万象举行。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率团出席。孙卫东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区国家就当前形势下把握东亚机制发展正确方向，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等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今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和外长会做准备。孙卫东强调，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分享机遇，共同发展，各方应支持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支持以东盟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和争端，要立稳良性互动正确认知，视彼此为伙伴而非对手，
会议就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缅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新兴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中方阐述了在有关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对美西方涉华谬论予以严正驳斥。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推进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挑唆激化涉海分歧和矛盾，损害沿岸国正当权益。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致力于按照双轨思路，同南海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争议，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断取得新进展，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针对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中方指出，美方做法将本地区拉入军备竞赛漩涡，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严重开历史倒车，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域外势力在本地区挑起军备竞赛，坚决反对将地区国家当作霸权工具和地缘战略棋子。东盟等与会国家普遍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团结不要分裂，呼吁加强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携手维护东亚地区长期和平稳定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包括中国，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我们这些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我想呢，这种呢就代表了一种地区合作的一种潮流。那与此相对立的呢，就是美国。那么呢，它通过建立四边安全机制，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各种各样的小多边的机制，推进它这种以它为中心的维护它的地区霸权的这种地区的封闭排他的地区秩序。美国在地区合作的立场上呢，其实是越来越倒退的。地区秩序要往哪个方面走，包括今后的一段时间，我想这个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举办的前一天，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届清洁经济投资者论坛。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出席了此次会议，他在会上反复强调，美国要向伙伴国证明将持续积极参与印太地区事务，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据组织方放出的消息称，美国拟投资230亿美元推动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参加会议的斐济副总理透露，印度和越南尚未签署该协议。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部分国家表示会尽快签字，但目前还没有动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畅对深圳卫视表示，部分东盟国家选择不跟进，与美国公信力缺失有很大关系。美国在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公正能源转型倡议以及其他的项目中，屡次在资金承诺上爽约，而且还设置了诸多障碍。我想从雷蒙多这个讲话本身，我们就能感觉到，美国实施印太经济框架实际上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他真的做出了什么实际的举动，那他其实不需要在这种场合，在这种级别去强调他们不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印太经济框架4个支柱，这次的清洁经济支柱，相对来说各方分歧比较少的地方。那么呢，即使这些分歧比较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像越南啊，像印度，它都没有去参加，其他国家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反馈。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这恰好证明了美国在实施印太战略的过程之中呢，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操作。去年11月，印太经济框架首脑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因为这不仅标志着美国在经济上顺利重返亚太，也标志着美国给亚太地区各国提供了替代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方案。按照美国的设想 ，IPEF 包括4大支柱：供应链、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以及贸易。不过，其中最为关键的贸易，各国始终无法谈拢。但即便如此，拜登政府为了其遏华战略能够尽快实施，还是决定于2024年组织各成员国重新调整贸易谈判。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曾透露，目前各成员国仍未能就改善劳工、环境标准或合规性达成一致。包括越南和印尼在内的一些国家，甚至直接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劳工权利标准要求。此前，在国内企业的压力下，印度已经宣布退出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谈判。
这也意味着该组织框架下的第一支柱协议基本已经宣告破产。而且从此次清洁经济协议的签署情况来看，该组织剩余的3个支柱协议是否真的在其内部达成了一致，也值得怀疑。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2月报道，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美国自己正在成为障碍。报道称，美国政府表面上愿意继续谈判，但执政党民主党寻求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吸引更多选民，加大了对国内政策的专注度，因此对谈判持强烈反对态度。拜登的民主党内就有2名参议员敦促白宫彻底放弃印太经济框架，其中之一是参议院银行业主席谢罗德·布朗，他认为该框架的贸易领域不可接受，而共和党内则趁机攻击此框架是一项就业外包协议。上述指控也将对2024年民主党的总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呢，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他当选，他上台，他一定会废除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结束这种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所以我想地区国家其实心里也非常清楚，将来呢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有相当大的不确定的因素，和拜登政府继续达成一些协议呢，其实将来呢也不一定会兑现。分析认为，美国过度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而忽视经济发展需求，是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失败的原因。近来，菲律宾在美国支持怂恿下频繁侵闯中国南海岛礁，还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展开演习和联合巡航等军事活动。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数东盟国家希望南海和地区保持和平稳定，美国为自身霸权利益在南海挑拨矛盾分歧，所作所为危害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不得人心。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国际商务问题的副研究员蒂伯特·德纳米尔认为，这次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是以往谈判的延续性进展，没有什么突破。他表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退出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公信力缺失。现有的印太经济框架在贸易支柱方面又与东盟国家之间缺乏协议。相比较而言，中国牵头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加成熟，比前者在亚太地区更受欢迎。中国和东盟国家呢，现在实际上是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在“一带一路”的这种指引之下呢，中国东盟关系呢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拜登政府在运作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呢，在印太经济框架很多的措施都还没有落地，连一些基本的协议都没有形成。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一些目标。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对于中国东盟合作的整体的大势来说呢，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6号，印太经济框架首届清洁经济投资者论坛在新加坡举行，与会各国达成了 IPEF 清洁经济协议。美国拟投资230亿美元推动地区可持续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据报道，印度和越南尚未签署该协议。美国的230亿没换来印度、越南点头，您是如何看？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来推动这个清洁倡议呢，应该说目前呢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一个就是这个230亿呢，它是一个意向，能不能落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里面包括美国内政的因素，也包括这个政府和私人投资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一个呢，对于签与方而言呢，它实际上是要承担一定的义务的，包括一些环保的标准。那么这也使得一些国家呢是感到犹豫。第三一个呢，美国的此举它实际上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这样一个色彩。那么事实上它是逼迫地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那么像印度啊、像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实际上知道与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良好的一个关系是符合他们的这样一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以上几点的考虑呢，像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它其实是非常的犹豫。实际上，包括地区其他国家对于签署这个协议的，实际上心里面也是有担忧，因为他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承诺并不会完全兑现。那么，所谓的清洁协议可能只是一个噱头而已。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宣布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时称，印太经济框架愿景已成为现实。但有专家分析，这一旨在对抗中国地区影响力的组织，基本不会走得太远。您作何解读？
我们可以看到，印太经济框架呢，它是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对华的一个针对性，也是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工具。它违背了地区合作的这样一个主流的趋势，也分化了地区的这样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长期相互依存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呢，它现在更多的是胁迫一些国家在地区分化，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呢，它违背了经济合作的规律，并不符合有关各方的一个利益。它和此前美国的这个 TPP 而言呢，实际上是这种新瓶装旧酒，是试图通过这种经贸方面的一些标准而取代地区经济互补、经济合作的这样一个共识。所以从长远来看呢，应该说这个协议它能走多远，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第10届欧洲议会选举于布鲁塞尔时间9号晚落下帷幕。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中间派仍取得最多席次，然而极右极左阵营的席次明显增长，对法德政坛冲击较大。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宣布解散法国国民议会，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外界担忧极右翼势力是否将带动欧洲政治整体右转？新一届欧洲议会又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来看看报道。5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于当地时间6月6号至9号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这也是英国脱欧后首次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9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21个欧盟成员国举行投票。此前已有荷兰、爱尔兰、捷克、拉脱维亚、马耳他、斯洛伐克6个成员国完成了投票。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于9号晚陆续公布各自投票结果。作为欧盟的监督、咨询和立法机构，欧洲议会是欧盟的核心机构之一。欧盟各成员国在欧洲议会所拥有的席位，总体以国家人口数量为基准，经政治协商后确定。人口较多的国家所拥有的议席也相对较多。在本届欧洲议会的720个席位中，德国、法国、意大利分配到的席位较多，分别有96席、81席和76席，而人口较少的塞浦路斯、卢森堡和马耳他分别只有6席。在欧盟内，欧洲议会是唯一一个由成员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因此选举也被视为欧盟民意的风向标。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以及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党团所获议席减少幅度较大，欧洲议会向右倾斜明显。面对极右政党崛起，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领导、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仍稳守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地位。此结果将有利于冯德莱恩争取连任。冯德莱恩表示，欧洲人民党将会建立抵御左右翼极端势力的堡垒。The center is holding.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extremes on the left and on the right have gained support. 目前来看呢，那么欧洲多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极右翼政党参政，或者是甚至是主政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很多的极右翼政党它无法实现它依靠本人的力量单独的进行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它需要在很多的这个政策主张的理念上与其他政党进行一个协调，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它的这种过于激进的主张落地。欧盟多国选民对极右势力的支持震撼了传统中间派主导的大国，更是直接冲击了法国政坛。根据法国多家媒体9号晚公布的出口民调结果，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超过31.7%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得票第一。执政党复兴党仅获得14.9%的选票，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于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2轮投票。他直言，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结果。J'ai décidé de vous redonner le choix de notre avenir parlementaire par le vote. 从日程表看，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开始。在奥运前3个多礼拜，马克龙需要进行2轮国会大选，在如此短暂而激烈的选举中，从国民联盟手中收复失土。反对党大多持批评态度，指责马克龙采取了鲁莽举动。还有数百名左翼、绿党等政党支持者
9号晚集结于巴黎共和国广场，表达对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指总统马克龙提前大选是危险的赌博。路透社评论称，马克龙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如果国民联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马克龙将失去制定经济、安全等国内议程的权利。在这种共存情况下，法国总统依然可以指导国防和外交等政策，而由议会多数党推举的总理将成为法国国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马克龙所属政党成员表示尊重和支持马克龙的决定。When you love your country, when you love French people, you need to take ris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preoccupation and to listen and to act in order to answer the issue. 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在法国最近2届总统选举中是马克龙的强劲竞争对手。他对马克龙的提前选举决定表示欢迎，并称他的政党已经准备好在马克龙召集的议会选举结果出来后执政。En clair, nous sommes prêts à redresser le pays, prêts à faire revivre la France. 这些欧洲极右翼的崛起啊，他们会影响什么？他们讨厌欧盟，有好多国家都说要退出欧盟啊。怪不得我们马克宏会跳出来说啊，欧洲快消亡了。因为极右翼在崛起啊，他们都不要欧盟啊，没有欧盟就没有欧洲啊，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吧。马克龙总统希望通过这种在国内重新选举的方式呢，进一步的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呼唤更多的民众走到这种亲欧，那么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传统这种政治方向的这种道路上面来。那么由于法国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决定性的这个领导国家，那么因此呢，各方对于法国未来政坛的这种走势，对于整个欧盟的影响都是十分关注的。在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盟多个成员国的右翼政党表现强劲，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美联社称，在欧盟27国中人口最多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达到创纪录的16.5%，较2019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以上。外界注意到，如果以单个政党来算，选择党前所未有的成为德国第1大党。相比之下，德国执政联盟3个政党的总支持率刚刚超过30%，以单个政党计算的话，更是无一党得票率比得上选择党。美联社形容，舒尔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夜晚，因为他领导的社民党取得的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得票率仅为14%。但输得最惨的是绿党，5年后的支持率从2019年创纪录的20.5%锐减至11.9%。执政小党自民党获得约5%的选票，比2019年的5.4%略有损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调会比极右翼还要低啊！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按计划，本次选举产生的下届欧洲议会将于7月16号开会。下届欧洲议会产生后，将通过投票表决选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国际媒体关注欧洲议会右倾趋势，以及对欧盟未来推行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路透社分析，欧洲议会若是向右转，可能导致涉及欧洲安全、气候变迁以及中国和美国产业竞争等议题的新法案更难以过关。不过，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民族主义政党究竟会发挥多少影响力，也要看他们彼此之间能否克服分歧、携手合作。美联社指出，欧盟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强硬右派大致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如今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对欧盟未来的移民、安全与气候政策将有更多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持续、美国大选前景不明的背景下，欧洲正面临着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法国最新一期的《快报周刊》和《观点周刊》的封面专题均特别点出欧洲面对的外国影响力行动的威胁。德国媒体则关注到，尽管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然而却在对华政策上能取得共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倾向于中国。对于中欧关系将如何变化，外界存在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对于中欧经贸关系而言，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能会使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保守化。此外，无论冯德莱恩连任成功与否，欧委会大概率也不会大幅度调整去风险的对华政策。还有分析则认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短期对中欧关系改善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
欧洲议会选举在不出现政治势力根本变化的基础上，不会改变欧盟对华的定位和基本认知。事实上，在中欧投资协定现在被冻结的这个过程中呢，欧洲议会实际上是发挥了很大的这种负面作用。随着欧洲议会它内部政治生态的日趋的复杂，那么可能也会使得中欧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欧洲议会选举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右转倾向，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从整体来说，欧洲议会党团的版图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议会党团依然是欧洲人民党团和社民进步联盟，也就是说，中间党团还是主导力量。当然呢，极右翼的一些政党的崛起也是颇受关注，这说明欧洲政治思潮的确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欧洲议会的议员是由直选而来，虽然欧洲议会在欧盟架构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高，但是呢，选举的结果折射出欧洲政治的晴雨表，极右翼政党获得的席位有了重大的进展。一方面呢，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在这2年也发生变化，不像之前那么极端了，向中间方向靠拢，这应该是这些政党获得支持的重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欧洲最近几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挑战，原有的政治主张似乎没有帮助欧洲走出困境。比如说，在移民问题上，极右翼政党非常明确的是要求限制移民。其实，在英国脱欧的时候呢，移民问题已经政治化了。从欧洲社会的变革的角度来看，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面临的长期的挑战。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文明身份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已经社区化了。这是欧洲面临的千年大变局。反移民的主张，深层次来看呢，是一种文明和身份的焦虑。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代表了未来欧洲的一种政治走向，而且可能是比较长期的态势。最后，此次选举结果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说呢，是个好消息。他所在的党团依然是欧洲议会第一党团，这对于谋求连任的冯德莱恩来说是很大的助力。他在选举后表示说，赢得了欧洲议会的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之后，马克龙宣布解散法国国民议会，提前大选。而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的成绩也是空前糟糕，甚至有人说马克龙在赌博。您是如何看？法德作为欧盟的主心骨，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德执政党大败。马克龙认为这一选举结果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结果。马克龙被认为是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今年以来呢，马克龙在欧盟战略自主的问题上表现抢眼，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法国可以说扮演了欧盟领导者的角色。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马克龙的欧洲主义的政策似乎并没有帮助所在的政党赢得更多的席位，而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是马克龙政党的2倍。而在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之后呢，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则表示说，做好了执政的准备。提前举行大选呢，是为了能够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目前马克龙的复兴党在国民议会的席位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因此呢，执政党的一些变革的计划受到反对派的阻力。当然呢，提前大选的结果如何，现在也是不可知。但是各个政党呢，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席位。相比于法国，德国总理舒尔茨面临的形势更加的糟糕。执政联盟在这次选举中可以说是惨败。而在野的基民盟呢，保持了基本盘，极右翼的选择党成为德国第2大政党，在德国东部呢成为主要的政党。这一选举结果似乎预示着德国的政党版图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下一次德国大选，社民党将面临着艰难的考验。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方面9号称，乌克兰军机首次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有媒体称，这是乌克兰空军对俄境内目标发射的第1枚弹药。乌克兰还加大对俄罗斯高价值资产的袭击。乌方称，一架俄罗斯苏57战机9号首次在乌方的无人机袭击中受损。对此，俄罗斯方面矢口否认。双方为何各执一词？在美国总统拜登同意乌克兰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之后，俄乌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方面9号称，乌克兰军机首次袭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这次袭击是针对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个指挥所，该地区9号曾3次发布空袭警报。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乌军方消息人士称，这是乌克兰空军对俄境内目标发射的第1枚弹药。
目前尚不清楚乌军飞机使用了哪种类型的弹药，以及是否是西方制造的武器。目前行动结果还在进行评估，但可以肯定这是一次直接打击。报道还称，此前乌克兰一直使用无人机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此次使用战机进行直接攻击，可能被俄方视为态势升级。不管是从作战的方式以及作战的这种边界，都已打破了前期俄乌冲突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整个的这种战事的这种烈度也会逐渐的升级。俄方也肯定会采取这种同等的报复的方式。那一方面是对乌克兰重要的城市，包括基辅在内进行这种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包括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也包括乌方境内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这种官邸进行打击。除了使用战机袭击俄境内目标外，乌克兰还声称攻击了俄罗斯最先进的苏57战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9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一架俄罗斯苏57战机首次在乌方的袭击中受损。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称，卫星照片显示，一架停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赫图宾斯克机场的苏57战机8号在乌方发动的袭击中受损。该机场距俄乌冲突前线580多公里。乌方说，这架战机7号还完好无损，但8号的卫星照片显示，爆炸造成战机受损，而且飞机附近有起火痕迹。俄罗斯方面熟悉特别军事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这架飞机并没有受损。俄方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8号晚确实试图用3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阿赫图宾斯克军用机场，但是所有无人机均被防空火力摧毁。其中一架无人机在空中解体，其部件掉落在停机坪上，因此造成了卫星图像上的痕迹。俄方称，机场地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技术人员也未发现飞机受损的情况。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数据，苏57的价格估计在3500万至5400万美元之间，因此，也有俄罗斯军事博主提醒军方，应该建造专用机库来保护苏57。虽然俄方否认苏57受损，但该消息还是让美西方媒体欢欣鼓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如果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报道属实，这标志着乌克兰的低成本无人机在摧毁俄罗斯高价值资产方面的又一次成功。这次袭击还给俄罗斯带来了新的担忧，也就是如何保护远离战场的基地。苏57是俄罗斯首款自主设计并制造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也是俄军现役最先进战机。这款单座双发隐形多功能重型战斗机具备起降距离短、超机动性、超音速巡航等特点，可有效与第5代隐身战斗机争夺战场制空权。然而，苏57的发动机喷口裸露，尾部隐身设计不足，不少传感器和开口外露，机身舱盖等细节未进行处理或处理较为粗糙，也使其隐身性能一直被外界诟病。为了防止被美西方窃取机密，苏57战机信息鲜少对外披露，外界至今不掌握俄罗斯空军服役苏57的确切数量。飞行国际杂志2024年世界空军目录列出了14架俄军的现役苏57，另有62架正在订购中。2022年6月，俄军曾在对乌军事行动中一次出动4架苏57，并通过统一联网的方式组队猎杀乌军防空系统。为了扭转俄罗斯的空中优势，乌克兰正急切等待着西方盟友提供的首批 F-16战机的到来。美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虽然 F-16可以丰富乌克兰的防卫能力，增强可靠性，但苏57先进的隐身能力构成强大的挑战。据国家利益双月刊报道，属于第5代战斗机的苏57可与地面雷达同步行动，使其对阵第4代战斗机时具有先手优势。可以看出，整个双方在苏57以及在后续的过程当中 ，F-16进入到俄乌战场上，以这一段空档时机，那双方都会针对这种先进战机做相关的情报战和这个信息战的前期的铺垫。面对乌克兰近期在哈尔科夫战场的颓势，美西方正加大援助力度，除了放宽武器使用范围，还准备提供更多资金援助。美国总统拜登9号表示，他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帮助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官员正在与时间赛跑，以推进一项协议。该协议将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向乌克兰提供约500亿美元贷款。这是拜登本周在意大利与7国集团领导人会晤前的首要任务。
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七国集团尚未就此达成最终共识。欧盟理事会5月21号通过系列法案，批准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在欧盟中央证券存管机构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乌国防工业能力和重建需求。就此，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曾警告说，如果欧盟这样做，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破坏现代金融体系，损害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信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也即将开启谈判。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支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乌方预计谈判将于本月开始。乌克兰政府8号又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和欧盟就安全保障协议举行了新一轮谈判，标志着乌克兰与欧盟朝着缔结安全保障协议又迈进了一步。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欧盟内部仍然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博弈。从7月1号开始，匈牙利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从此前的表态来看，匈牙利在轮值期间会着力推动欧盟扩张，但是优先方向是西巴尔干国家，而不是乌克兰。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匈牙利一直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此外，最终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要和欧盟各个成员国进行，有一个成员国不同意，乌克兰入盟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如果欧盟继续的对乌克兰，不管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兵员的补充过程当中，那么俄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威慑，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作为保护俄方的这个本土不受袭击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种方式。自1987年两岸恢复民间交往以来，两岸婚姻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被誉为两岸三通之外的第四通。如今，全国已经有40万对跨海婚姻组合。作为两岸一家亲的具体实践者，他们在经营自己小家庭的同时，也为增加两岸同胞的共识与交流，做出了积极而特殊的贡献。来自高雄的吴于斌和来自海南的唐角角就是其中一对，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我现在是米牙口腔的门诊主任，然后我们这边是致力于就是我们儿童还有亲子口腔。我是唐角角，在深圳做律师。与其说这是一对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组合，不如说这是两个新深圳人组成的家庭。吴于斌来自台湾高雄，从他的口音不难听出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闽南人。10多年前，通过台港澳联考，吴于斌毅然决然只身前往青岛大学，开启了学医生涯。谈到如何辗转来到深圳，吴于斌说，主要是看中了深圳距离台湾更近，而且创业氛围更浓。深圳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其实很多的就是外来人口，所以说大部分你可以问得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什么，基本上都是各省过来的，所以说它的包容性比较好，观念思想比较开放，然后在蓬勃发展的是适合一个很多年轻创业者的一个新的机遇还有机会，所以说我后来决定在深圳这边生根落地。在吴于斌看来，深圳人最不缺的就是热情。在深圳这个时刻都在搞钱的城市，谈恋爱约会也不例外。吴于斌和爱人唐角角的恋爱过程，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深圳爱情。有时候这可能就是这个他说有个案件，然后呢他就会找个咖啡店，然后呢就在那边喝咖啡看，然后可能我也在那边陪他，然后有些事情要讨论一下。我实际上是真的在聊工作，是，但是呢，他顺便约会，我也没有拒绝，因为你不能仅聊工作，是不是？但我实际上呢是希望从他这边得到专业的意见的，只是我没有想到他想法比较多。唐角角是一名90后，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法学双学士。在遇到吴于斌前，唐角角已经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同样在医疗圈摸爬滚打，也让夫妻俩有了更多共同话题。我们认识说我们在深圳工作也一段时间了，也有好几年了。这个城市呢，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包括它的气候，还有包括在这里的包容性，我都非常的喜欢。这也是我们在选择在这里安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想去游泳嘞。那你跟妈妈说啊，待会见到妈妈，你跟妈妈说你想干嘛，想去游泳啊。2020年，夫妻俩在深圳拥有了爱情的结晶。因为还在创业期间，对女儿仍然觉得亏欠。
和大多数深圳父母一样，现在唐皎皎和吴于斌只要有时间就尽可能陪孩子。唐皎皎认为，两岸的夫妻组合给家庭、给孩子都提供了更多视角。就是爸爸是哪里人呢？是台湾人。确实我们两个工作都非常忙，但是在这种忙碌当中呢，我几乎会确保，只要我周末不出差的情况之下，我都一定会带他出去。就两岸的不同的东西，反而能够对于我们的生活也好，对于孩子的教育也好，我觉得它能够更完整的让我们去看待如何去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如何去把孩子教育得更好，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地方的一些文化风情哦，可能说会比这个单纯在内地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哦。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本身呢都是同根同源的，所以说可能呢。差异也不是说会太大。随着越来越多的惠台政策出台，吴于斌表示，他现在拿着台胞证在深圳办事早已畅通无阻。无论是结婚登记、注册公司，还是购买火车票等，和大陆居民已经没有太大的分别。反观岛内，由于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居民赴台设置重重阻碍，目前两岸交流仍存在不对等的现象。去台湾的话，现在因为现在我老婆还是一个。这个居留证，然后可能都每年要去重新再签一次，可能就不像是我例如说一般的夫妻，反正内地的夫妻基本上往来没有什么限制。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期间，有437对两岸夫妻在深圳登记结婚。用小家撬动大家，唐皎皎和吴于斌将继续在深圳书写两岸一家亲的故事。吴于斌也希望有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能来到大陆，来到深圳，和他一样，在这里捕捉到爱和事业的更多机会。建议年轻人都要先看看，至少你可以了解说，大陆这边的发展情况怎么样，跟台湾比起来，你自己心里有数。这个资讯相对于说，没有像你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么全面。在这中国大陆这个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创事业的地方。